婆婆私下托人看了我肚里的孩子，非说是个女孩，对我一改往日的殷勤，几次三番说服我打掉孩子，要我重怀隆重。小雨呀，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咱们女人啊，必须生个男孩，后半辈子才能幸福。被我拒绝后，她朝我下黑手，往保胎药瓶子里倒了堕胎药，骗我吃下。见红不说，孩子胎心也没了，再加上老公晦涩不明的态度，我冷笑着打掉。后来婆婆意外听到她亲手策划着打掉的孩子是个男孩，她疯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晚上吃饭时，我只是多挑了几筷子肉菜，婆婆就啪的把筷子一摔，板着个脸训斥我：小雨，咱们做女人的不求有多大本事，重要的是要体贴老公是吧？白川上班辛辛苦苦累了一天了，回来连口热乎的肉菜都吃不够，做人不能太自私吧？我愣了，抬眼看了看盘子里堆得快冒尖的排骨，还有另一份我海鲜过敏吃不了的虾，这不够白川吃吗？再说白川上班辛苦，我就不辛苦吗？想到这里，我翻了个白眼，忍不住回怼：白川不够吃的话，那你省下你的那份给他吃不就行了？婆婆被我一噎，拍着桌子就要继续教训我：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妈没教过你尊敬老人吗？我好歹是你婆婆，你怎么……老公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行了呀，吃个饭也不能消停的，桌上那么多东西呢，够我吃的。再说小雨吃点肉怎么了？她本来就瘦，不是你说的吗？长胖点好生儿子，不吃肉能长胖吗？听着这话，我压下心头的不快，也学着她刚才的样子，把筷子一扔，径直离开了桌边。婆婆顿时摆出一副哭哭啼啼的样子，跟老公解释着：看小雨生气了吧？我哪是那意思啊，当妈的心疼孩子，我有错吗？真是一碗水难端平，怪不得人家常年说婆媳关系不好处呢。看来我以后在自己家说话还得小心翼翼的吧。不怪小雨想多了，可能她从小在家娇生惯养习惯了，容不得别人说她半个不字。儿子啊，你别怪他，也怪妈多嘴。小雨以后要是不高兴的话，妈就不上桌吃饭了。白川揉了揉眉心：不会的，他不会不高兴，这是你家，咋会不让你上桌吃饭呢？我瞥了一眼，一言不发。不是我怂包，实在是习惯了。自从我这个绿茶婆婆搬过来以后，这样的场景在我家基本隔三差五就要上演一次。起初我也抗争过，反对过，可每次老公都会拿他爸刚去世不久做借口舞劝我，说他妈现在只是一时心情不好想不开，等过段时间消化一下就好了。其实婚后一开始我们是分开住的，但好景不长，前段时间快退休的公公跟同事去喝酒，喝完了还要去泡澡，就这么溺死在了池子里。等人家发现他的时候，身体都硬了。婆婆晕了3天才醒来，艰难地接受这个事实。怕婆婆一个人在老家住想不开，白川都没跟我商量，就私自做主，把婆婆接到了我们这个70平米的小家里。2个人住着宽松，可3个人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再加上婆婆本身就是个事儿逼，我的日子苦不堪言。为了让老公好好挣钱，不把精力都周旋在我跟婆婆之间，那些情绪基本上我都自己消化，从来不告诉她。可是最近我是真的消化不动了，我对她的容忍已经到了我连多看她一眼都恶心的地步。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后半辈子都要跟这样的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简直是噩梦。白川很快跟了进来，
她小心翼翼地试探我，还真生气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妈不就是这德行，咱们做小辈的忍忍就过去了。再说我爸没了不久，我妈现在一个人也不容易，我气不打一处来。忍忍，凭什么我一直忍呢？我在家都没受过这种委屈，怎么嫁给你我连多吃2块肉都不行了？那你们直接把冰箱和餐厅锁起来吧，你俩一人一把钥匙，就你俩吃，猛猛吃，多吃点。他一个人，他不容易是我造成的吗？他早起贪黑是为了伺候我吗？你爸没了，我也很同情他，我之前也都让着他吧，可他不能一直这样欺负人吧？我是嫁给你当老婆的，不是给你家当丫鬟的，我以后用不用跪着伺候他呀？真是没有慈禧的命，还得了慈禧的病。我嘟嘟囔囔骂了一堆，老公也不恼，只是趴在我身侧看着我。老婆，你是不是快来姨妈了，心情烦躁啊？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咱俩高中搞对象的时候，你也总这样，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变。本来温温顺顺的姑娘，来姨妈前就突然炸毛了。没事，没事啊。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我在这儿都快被他妈气死了，他却还在关心我是不是快来姨妈了。刚准备开口，我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等等，姨妈？可是我姨妈已经推了半个月了呀。我抓紧白川的手，良久道：那个，我姨妈推了好久，我不会怀孕了吧？白川眼前一亮，反手抓着我就要往外跑。第二天一早，我夹着泡晨尿就去了医院，果然孩子已经1个月了。知道消息的时候，白川高兴疯了，他把我噌的一下抱了起来，吓了医院其他人一跳，也吓了我一大跳。我拍着他，让他赶紧放我下来。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却没来由的鼻酸。我跟白川不仅是高中同学，还是彼此的初恋。但高考后，我考上了211，他却困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大专。后来更是因为分隔两地，再加上各种因素搅合，那段不成熟的感情还是不了了之了。整个大学，我们都各自找了另一边，但可能是天意吧，都没成。本来我以为自己会在毕业后随便找个人嫁了，可没想到有一天真的能跟他再度重逢。于是我们分手5年后再度复合，虽然没有了一开始的悸动，但2个人都成长了不少。相处下来，除了残存的感情，更多的是他让我感觉到了他现在对我脚踏实地的爱意，所以我同意跟他结婚了。知道我的未婚夫是他，爸妈也很放心，尤其是我妈，为了我不远嫁，她举双手支持。虽然当时因为早恋没少为难我俩，但白川好赖也算知根知底，他们没多说什么，陪嫁了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多的东西给我，让我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承认，刚结婚的头几年，我们确实过得很好，因为这份爱情治好了我的恐惧，我愿意克服一切心理困难给他生孩子。当然，白川也值得，可迟迟没有孩子。婆婆本就看我不顺眼，再加上公公突然在澡堂发生意外，人死了不说，分文赔偿没有，还得负担澡堂的损失。婆婆心态更扭曲了，这才开始几次3番为难我。现在知道自己有孩子这个消息，我突然像解脱了似的，有种终于熬出头的辛酸感。高兴过后，白川第一时间给他妈打去了电话，听那语气，婆婆也高兴极了，一点也不计较我昨天摔摔打打的行为了，把那一切归结在孕妇怀孕初期心情不稳定的因素上，就这么翻篇了。回家后的每一刻，我也终于过上了皇帝般的生活，家务和做饭婆婆一手全包，我只需要负责躺在床上养膘养胎就行。看着婆婆忙碌的身影，我万分感慨，没想到
自从我怀孕后，本来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婆婆，仿佛变了个人。别说我多吃块肉了，就算我想抱着农村狂奔的牛生啃，婆婆都二话不说，立马要去提牛。2个月后，我听医生的建议，及时补上了之前没来得及吃的叶酸。婆婆看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吃药，担心地问我吃的是什么东西，生怕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影响。我见她没坏心，好心解释这是叶酸。话还没说完，婆婆乐了：酸呐，酸好，酸儿辣女。看来医生都说你怀的是个男孩了，让你多吃酸呢。我们家后继有人了。她兴冲冲地冲进厨房，不知道又在捣鼓什么药膳给我食补。我本来想解释此酸非彼酸，又想告诉她现在才2个月，分不出男女，可看到她的样子，到嘴边的话又忍不住咽了下去。自从她确定我怀的是个男孩以后，就开始让我不间断地吃这个喝那个，补充各种营养。她换掉了我的叶酸，劝我吃药不如食补，开始给我做各种黑漆漆的中药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炖在一起的高汤。那些东西喝多了，直接给我整应激了，让我现在看到水都犯恶心。我跟白川反映，他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还细说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翻了个白眼，行，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自从我大龄怀孕后，为了避免通勤颠簸，我就申请了居家办公，平日里套上防护服，虽然一干就是半天，但我仍尽力避免自己被辐射到，毕竟这也是我的孩子。我也心疼，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婆婆无所事事，天天在我面前絮叨她的孙子现在怎么样，说我这样玩电脑对孩子不好。我草草赶完手里的活，摘掉防护帽和口罩，开玩笑道：妈，我穿戴这么齐全，没事儿的。再说，万一是个女孩呢？现在男女都一样，我倒是觉得女孩挺好的，贴心又听话。我话还没说完，婆婆猛地一拍桌子，脸当场就耷拉了下来：你这乌鸦嘴，瞎说什么呢？女孩能跟男孩比吗？多个板儿就是了不起。你要是生了女儿，将来嫁给别人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还有我们白家什么事儿？我就不爱听你们现在这种分不清轻重的女人说话，自以为自己有点学问，开始拿着男女平等说事儿了。以前吃男的喝男的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说过呢？告诉你，你怀的必须是个男孩，要是女孩就打掉重怀。白川是长子，他的孩子一定得是长孙，没有第2轮的机会。再说，我越听心越抽抽，气得我肚子都疼。还没等他说完，就起身离开了客厅。我怎么就忘了，婆婆这种刁难儿媳的老顽固，对怀的是孙子还是孙女必定在意的紧，说不定将来还要因为这个孩子的性别再生出点什么别的事儿来。我揉着发疼的太阳穴，准备晚上跟白川好好唠唠这事儿。难道女孩就不是他们家的孩子了吗？要是按他这么说，那他妈怎么没给他打掉，生他家的长子长孙呢？我越想越气，连午饭都没吃。晚上白川一回来，我就忍不住告诉了他，顺带问了下他的看法。我本来以为白川跟我是一条心，可白川却漫不经心道：肯定是男孩最好啊，传宗接代嘛。不过女孩也可以，如果生下是女孩的话，再要2胎不就行了？反正现在也不计划生育了，还鼓励2胎3胎呢。我当场愣在原地，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原来他们这么在乎性别，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我真是纳闷了，他家是有千万家产要继承，还是绑了生不出儿子就会死的系统？怎么就非得要男孩呢？要是我1胎生不出来，2胎、3胎、4胎都要继续生吗？
我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名字吗？她不会变成千千万万个招娣、盼娣、思娣、想娣、念娣吗？想到这里，我遍体生寒。白川看我心情不好，自作主张替我给婆婆解释，说我只是暂时的孕期情绪波动，让她别放在心上。婆婆提高嗓音道：“没事，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她怀的是我的孙子，别说不高兴了，就是骂我2句，打我几下，我也得受着。孙子，孙子，孙子，这么想要孙子，为啥不自己生一个？”怀着对婆婆和老公的怨恨，我睡着了。晚上起夜的时候，身旁的床已经一片冰凉。我下意识想问她去哪了，但忍住了。我才怀孕几个月，现在自己还能干，等现在折腾的她心烦了。孕后期没人伺候我怎么办？我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刚准备去厕所，却看到婆婆卧室灯火通明，不断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在安静的黑夜里格外明显。已经2点多了，他俩在一块能憋什么好屁？没忍住，我尽量把自己贴在门板上，试图听到他们在聊什么。婆婆鬼鬼祟祟的声音传了出来：“你们今天说这个，我还真怀疑她肚子里的是男孩女孩了。要是男孩，皆大欢喜；要是女孩……”白川啧了一声：“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女孩就女孩呗，再生不就行了？我大半夜上个厕所，你给我拉过来说这事儿干啥？咋地？生男生女是我能决定的呀，这都是命。”婆婆摇了摇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前2月妈刚知道她怀孕那会，就给张家你嫂子打了个电话，人家能掐会算的，告诉我，如果你老婆肚里是个男孩的话，说不定就是你爸的转世。你爸才死了2年，还是枉死，对我们都很留恋，必须得找个人拖着才能重生，要不就得在奈何桥上一直等着，连胎都投不了。要是他肚里的是个女孩，就是挡了你爸的路，到时候查查性别，妈看看啥情况。我本来以为白川会跳起来反对他，说他是封建迷信，可他思索了一阵，竟对婆婆打了保票：行，过几天去产检的时候，我就说我工作忙，你陪她去。医生是我朋友托人找的，到时候你问他，他就告诉你性别了。2个人把头凑在一起说话，后来的我就一句都听不清了。这一下把我的尿意也吓没了。原来我婆婆跟我老公竟然算计着我肚里的孩子，要他为枉死的公公铺路。哪有这种荒谬的说法？我浑身止不住的发寒，有那么一瞬间，竟也觉得自己没那么期待这个孩子了。尤其是在听到他们说我肚里怀的可能是我公公后，我更恶心了。过了一会，厕所传来冲水声，白川蹑手蹑脚地走了回来。我身侧塌陷下去一块，他睡着了，可一整夜我都没睡踏实，止不住地做着噩梦。梦里，我公公撕破我的肚子跑了出来，伸手跟我说：“妈妈，抱啊！”我从梦中惊醒，吓醒了身旁的白川，他熟练地一把搂着我，眼睛都没睁开，就开始习惯性安慰我：“老婆不怕，做噩梦了是不？做梦好啊，说明你思维活跃，也说明孩子健康。”我定定地看着他，用手撑他眼皮：“白川，你知道吗？我梦到你爸了。”他噌的一下睁开了眼，哪有半点睡梦惺忪的样子，拧眉看着我：“我爸，你梦到什么了？”我撇了撇嘴，假装圆了回来：“你爸给了我个什么宝贝，让我好好养胎。”白川松了口气，摸着我的头发：“看，我们一家人都很期待孩子的到来呢，所以你别想太多。”闹钟响了，他翻身穿衣服下床，留我一人坐在床上发呆。他们一家人真的很期待我的孩子吗？如果是个女孩呢，也一样期待吗？这几天因为那次偷听到婆婆他们的谈话，
再加上心情不好，我开始出现各种怀孕初期的症状，先是止也止不住的孕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再到后来开始恶心呕吐，身上没力气，整个人像被吸干了阳气似的，虚弱到不行。我甚至觉得这个孩子是上天派下来惩罚我的，怎么有人孕反像我一样强烈呀？因为吃不上东西，见不上太阳，我很快瘦了一圈，皮肤也白了好几个度，俨然一副病西施的样子。我躺在床上难受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婆婆在客厅跟老公聊天，声音大，丝毫不顾及我在休息，而我身在漩涡中间，只能听着婆婆谈论我的哪些症状像怀了女孩，哪些症状又像怀了男孩。为了宽慰他妈，白川提前给我安排了产检，还特意安排了医生。他以为我被蒙在鼓里，其实我都知道。正好我也想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也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跟着去了。其实自从那会儿她怀疑我怀的是女孩以后，婆婆就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虽然只有3-4个月，可我的肚子也微微隆起了一块。我本身就瘦，再加上那几天病病殃殃的，差点连走路的劲都没了。婆婆站在医院门口，冷冰冰地看着我，大喝道：“你能快点吗？不就是怀了个孩子，哪这么金贵？我们那会什么活都要干，让你多走2步怎么了？真是穷矫情！”四面八方异样的眼光传来，我忍着不舒服加快了脚步。医院人很多，我们站在电梯前等了3轮都没挤上去。为了早点知道胎儿的性别，婆婆忍不住了，她一把拽上我的胳膊，走，跟我走楼梯上去。产科在6层，有等电梯的时间，咱俩走慢点都上去了。我本身就烦躁，听到她这么自私的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甩开了她。我不爬楼梯，我肚子不舒服，你要是等不及，你就先上去吧。接着我一屁股坐在了附近的椅子上，手慢慢地扶上肚子，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孩子也变得安静了好多。你说他能察觉出来家里人对是否要他存疑吗？四周人多，婆婆也不好意思跟我叫唤，只能压下心头的不快跟我一起等着。好在这次轮到我们上电梯的时候人不多，我快走了2步就挤了进去。检查室里，一个孕妈妈刚从床上下来，在一侧穿裤子，医生就让我岔开腿躺上去。我把裙子一撩，刚往上坐了半个屁股，婆婆就一把撩开帘子跟了进来，对医生陪着笑：“你好啊，我是孩子的奶奶，孩子怎么样？”另一个孕妇吓了一跳，惊慌中差点摔倒，对着婆婆破口大骂：“你有病啊！不知道有人在里面检查吗？这是你家开的呀，想进就进吗？”婆婆尴尬了一瞬，医生皱着眉把她打发到了门外，孕妇检查在外面等着就行了，需要家属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这么闯进来是怎么回事儿？去，别碍事儿。我看着另一个孕妇，不好意思的道：“对不起啊。”我婆婆有点着急了，她抿了抿唇，没为难我，提上包包就走了。出去以后还跟自己老公大声吐槽我婆婆，而我那个在家窝里横的婆婆一句话都不敢说。检查完后，我穿戴好，拿着片子坐到了另一个屋内。医生是白川朋友找的，看起来年纪不大，叫到我号时，婆婆带着片子闯了进去，当着屋子里其他孕妇和家属的面就直奔主题：“你好，我是白川的母亲，我儿子托人了，说能看孩子性别。”医生大惊失色，口罩下的脸都吓白了：“你说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能看性别了？再说你儿子托人，托什么人我可不认识，我们都是按程序办事的。”
你可别瞎说。迎着四周惊恐的眼神，婆婆好像也意识到自己太莽撞了，不好意思道：“对不起啊，我瞎说的。”打发了其他人，医生嗔怒地教训了婆婆一顿，才答应给我们好好看看片子。开头还是惯例的介绍孩子情况，因为我太瘦了，也不怎么好好吃饭，孩子发育不太好。医生教训了我好一顿，又转而嘱咐婆婆，陆陆续续说了一堆，总该进入正题了。婆婆怕我多想，找了个借口将我支了出去，让我在外面等她。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门，不知道两个人在里面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医生是怎么告诉她我孩子性别的。总之，婆婆出来以后，脸色非常不好看，她根本不管我，自己一个人冲出了医院，打车回家，一气呵成。我哭着给白川打电话，告诉她婆婆将我一个人丢在了医院。白川一边哄着我，一边给我叫了辆车，让我等他晚上回家再处理。没过了几个小时，他就回来了。我们彼此不说话，坐在沙发的两端。白川刚开口，还没问婆婆，婆婆倒先发脾气了。我好吃好喝伺候了她3-4个月，现在告诉我竟然是个女儿，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最重要的是，你爸他的路。他看了看我的脸色，没把话说完。现在好了，你们家要断子绝孙了，这可跟我没关系啊，都是你的好老婆，简直是个不下蛋的母鸡，一点本事都没有，白瞎那么大的屁股了，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我就说，瘦没有半点好处，我看啊，你爸就是他克死的。白川拧着眉头，对他妈侮辱我的话一点不反驳，倒是反驳起了最后一句：“行了，啥话都能胡咧咧，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第一胎不是儿子的话，接着生不就行了？你哪那么大的脾气？”婆婆翻了个白眼，说得好听，生下来谁带谁花钱，家里就你一个人挣钱，万一真生上4-5个，你卖血拿命养孩子啊！我翘起二郎腿，看着他俩狗咬狗，一言不发。其实过了这么久，我对白川的感情也在他一次次在婆媳关系中的沉默和变相妥协里消磨了。现在的他在我眼里，跟那个为孙子仕途的婆婆是一路货色。两个人当着我的面假模假样的吵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谨遵医嘱，既然是女儿的话，那就不要了。我吹着指甲，不好意思啊，我不同意。如果你们要是非让我打胎的话，我就离婚。白川惊呆了，严小雨，你疯了呀？我又不是不要这个孩子，也不是不要你，至于上升到离婚这个高度吗？你没听懂妈的意思，我们只是择优。既然这个不是儿子，那你也不用受把他生出来的苦了，不是吗？我妈说的对，再怀不就行了？我被气笑了，看着他的嘴脸嘲讽道：“要是你打你怀你生的话，我不介意，别说再怀再生了，就是把子宫摘出来，人工受精都可以。你想要儿子要儿子，想要女儿要女儿，说不定想生个什么猫猫狗狗的，未来科技都能给你实现。”婆婆一拍桌子，原形毕露，爆发了：“姓严的，你少给脸不要脸，咱们好说好商量。你打了这个孩子再怀，要是男孩，咱还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们就离婚好了。威胁谁呢？我看谁还要你这个打过胎的破鞋。”我定定地看着他，那我要还是怀了女儿呢？我再打再怀，怎么在你们嘴里打胎怀孕就这么容易呢？在你看来，打胎有益身心健康是吗？那你怎么这么热衷安排我去？婆婆没说话，只是用一双老鼠眼瞪着我。我气笑了。今天这件事，但凡产检的时候，医生说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不会这么执着。可是人家都说了，一切都好，只是因为性别呀。
你们就要抹杀他的存在吗？告诉你们，不要这个孩子可以，要么离婚，要么我死。我将手里的东西一摔，径直回屋收拾行李去了。婆婆在外面气到跳脚，还有没有教养了？动不动摔东西，这日子我看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不就是离婚吗？谁害怕呀？我儿子还找不下了不成？你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当初都分手了，大学4年，老姑娘没人要，后来还舔着脸回来求着跟我儿子在一起，是你离不开他好不好？真是给你脸了。白川一句话都没说，我躺在床上又哭又笑，就当拿我那断断续续的10几年喂了狗。第2天一早，我就要收拾行李回娘家，这里容不下我。我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别说孩子保不住，说不定自己都会有生命危险。我要回我妈那，等孩子生下来，出生证明办好了，我就跟他离婚。我想好了，孩子我一个人也能养得起，有这么个爹，我宁愿他没有。见我真想走，白川也没拦我，他还特意开车送了我一程。只有我俩的狭小空间内，他试图安抚我的情绪。我妈就是说话难听了点，她没坏心的。我冷哼了一声，逼着我打胎，动不动挑我刺骂我，这叫没坏心。我们的孩子不是一条命吗？白川，我以为你受过9年义务教育，还上过大学，跟你妈不一样。可你昨天彻底打了我的脸，告诉我你们是一路货色，你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我还能指望你什么？白川脸色变了变，你误会我了，我从来没有不要过我们的孩子，他现在只是个受精卵，连自己的意识都没有。与其让他生出来被我妈瞧不上，不如直接生个儿子，你也少受罪。行，说到底，劝我打胎还是为了我好呗。我用不用跪下给他们磕3个头啊？跟这种死脑筋的人说不通，索性闭目养神，假装睡觉。爸妈看我回来非常高兴，我隐瞒了缘由，只说是自己想他们了才回来看看。他们也没想太多，好吃好喝的对着我，时不时还带我出去玩，比我在婆家天天受窝囊气舒服多了。白川一改常态，每天下班以后都提着大包小包的来看我，提着我最爱吃的水果和零食，还买了好多孕妇补品，让我多长点肉，好生下孩子。我爸妈对他很满意，可是我看着他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就恶心。这么喜欢我早干嘛去了？他妈指着鼻子骂我的时候，他可是一句话都不替我说。说来也奇怪，自从因为孩子我们大吵一架后，我好像也彻底觉醒了大女主精神，面对绿茶婆婆毫不畏惧，对窝囊至极的白川也睚眦必报。现在能靠得上的人只有我自己罢了。怀孕第5个月上，我已经明显显怀了，出门都有人给我让座的那种。我也已经好长时间没回婆家了，就连我妈都劝我回去看看，别让婆婆觉得我有2心。我没好意思告诉她，有2心的是她，不是我。她从一开始就没想要我肚里的孩子，再加上她那些恶心的小算盘，我要是想回那个家，我才是傻子。这段时间，白川来的还是那么频繁，经常一待就是1晚上，直到我们要睡觉了，他才离开。这天，他带来了一小盒外国包装的药，恭恭敬敬地交给我爸妈。爸妈，这是我托朋友从新西兰带回来的保胎药，小雨太瘦了，那次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要他多补充点营养。别看这东西小小一瓶，可贵了，花了我1个多月的工资。不过为了孩子，我愿意。我爸妈止不住地称赞他，还特意给他做了他爱吃的大螃蟹。觥筹交错间，我看着他笑得真挚的脸，很难把这个人跟前几个月劝我不要孩子的那个男人联系在一起。
我将目光停留在药瓶上，有了那晚的前车之鉴，我实在是不敢吃这个东西。我叹了口气，去卫生间洗手的时候，白川也挤了进来。他陪我爸喝得满脸通红，定定地看着我。对不起，小雨，我错了。你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疯了、傻了、脑残了，才会听信我妈的无稽之谈，放弃我们的孩子。你说的对，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你生的就行了。我看着镜子里他看我的眼神，仿佛又回到了高一那年夏天，他向我告白时候的场景。那时他也是这么看着我，在大家的见证下告诉我，他会一辈子对我好的。白川松松地抱着我，怕挤着我肚子。小雨，我们认识10几年了，结婚也有3年了。这3年里，我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儿跟你红过脸。这次是个意外。你走了以后，我妈跟我都很不习惯，家里没点人气儿，我每晚回去冷清得很，你知道吗？我宁愿在你这儿待到晚上11点回家直接睡觉，都不想一下班就回去面对那个算不上家的地方。你说我怎么就没拎清？你才是我最亲的人啊，你才是能陪我携手走完一生的人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你却还能对我这么好，你是我亲手挑选的爱人。你说我怎么能这么混蛋？怎么能这么对你，这么对我们的孩子呢？说到动情处，他还窸窸窣窣地哭了起来。我静静地听着，他抱着我的手也从来没松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再给那年夏天那个穿着校服的少年，发誓要一辈子对我好的男孩一次机会吧。我沉默着点了点头，给他整理了下喝得乱七八糟的衣服。我知道了，我再住2天就回去了，只要你们能对孩子好就够了。你们想要男孩的话，2胎3胎再说吧。在听到我这么明显的让步后，白川红了眼眶，一言不发，垂下头抱着我，能感觉到我脖颈旁一片湿如。我俩腻歪了一会，才从卫生间出去。彼时我爸妈已经都收拾好了，送他走的时候，我破天荒地露了脸，站在门边冲他招手。白川摇下车窗嘱咐我，小雨，你一定要把那瓶保胎药吃完啊，我们的孩子不能出一点差错。我想看着你们都平平安安的，名字我都取好了，既然是女孩的话，就叫白安吧，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够了。我看着他，点了点头。夜里，我妈撒着那瓶药，琢磨着白川最近的表现。他那些话我信了，但没全信。我点开某红色红薯软件，将这瓶药的名字输了进去，里面是轻易水的好评。这药主要是妊娠中期用的，防止因为孕妇身体弱而导致的流产和早产，主要抑制子宫收缩，给孩子更多生长成熟的时间。虽说有一定副作用，但好在没什么其他影响。我看了看适宜人群，一条条都能对得上，就差报我身份证号了。看到这些，我打消了剩下一半的顾虑。万一白川是真的改过自新，发现他妈的臭毛病，决定对我们母女俩好了呢？我放心地打开药瓶，倒出2颗白色的小药片，放进了嘴里，和水吞下。没想到我刚睡到半夜，就感觉肚子传来钻心的疼，身下一片湿润，那种感觉跟来姨妈一样汹涌澎湃。我疼到爆炸，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妈就晕过去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四周一片白茫茫的，摆明了已被送进医院，大概是母子连心。现在的我肚子却平平的，感受不到孩子的存在。我慌到不行，拉着我妈的手，哭着问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呢？我妈眼眶也红了，但木已成舟，她现在也只能安慰我，孩子没保住，已经5个多月大，只能引产了。
我的孩子，你受苦了。我沉寂了好一段时间，我想不通，为什么在我跟白川准备破镜重圆的时候，上天又给我开了这么个玩笑？难道我不配拥有自己的孩子吗？看着爸妈忙碌照顾我小月子的身影，我忍不住开口：白川呢？孩子没了，他不来看我吗？我妈愣了愣，她说他在出差，他也很着急，等他那边结束了就赶紧回来看你。小雨，你现在得赶紧调整好心态，要康复了，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不然身子就垮了。白川出差了，真的这要巧吗？我这边孩子一掉，他就走了。就算他走了，我跟他还没离婚，我婆婆也没来看过我吗？一想到白川，脑子里就浮现出那瓶药。在发生意外前，我从来不吃任何奇怪的东西，除了那瓶我查过没问题的药。我一把拉着我妈：妈，我怀疑孩子是白川害的，那瓶保胎药呢？你们去化验一下吧，去化验一下行吗？我妈皱了皱眉：你这孩子怎么了？疑神疑鬼的，都跟你说了是个意外，白川是你老公，他能害自己的亲生孩子吗？不知道怎么了，我妈越这么说，女人神奇的第六感就告诉我这是没有那么简单。我哭着求她，让她帮忙化验那瓶药。我妈僵持了2个来回，终究还是妥协了。等结果的那段日子，我吃也吃不下，睡也不睡好。我想好了，如果要真是白川干的，我就算倾尽一切也要把他送进去。5个月的孩子被他害到引产，难道他就不算故意杀人了吗？以前有句老话说，男人婚后都是会变的，我从来不信，可现在我信了。只是因为孩子的性别，他们就迫害我到引产的地步。趁这段时间，我拟好了离婚协议，等我身子好一点了，就跟白川离婚。这样的家庭我待不起。出结果那天是我爸去拿的，一进门我就看到他铁青的脸，看来结果大概跟我想象的差不了多少。果然，我爸一把将剩下的药跟报告扔在我妈身上，看看，这就是你维护的好女婿，这就是你同意的爱情。我当初看这小子浮浮躁躁的，就说了不同意，你还来劝我。我妈愣了愣，抖着手拿起报告和那瓶药，我也凑了过去，上面明晃晃的写着疑似 Sunpowder 片剂。我抖着手去查，这东西果然是堕胎药。我爸捏着拳头，恨不得杀了白川，他好狠啊！保胎药瓶子里装着的是堕胎药，谁能想到，别管他在哪儿出差，现在就让他赶紧滚回来。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去他家闹，去他公司闹。他害了我女儿和外孙，还想全身而退，做梦，谁都别想好过。外孙，我愣了愣，看出我的疑惑。我爸压了压嗓子：你吃了这个药以后，孩子就没胎心了。我们签字被迫让你打掉的时候，我顺口问了一下，反正这是个男孩。男孩吗？讽刺，真讽刺啊！要是婆婆和白川知道他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孙子儿子，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呢？我的心里突然有种报复似的快感，笑着笑着，眼泪溢了一脸。白川回来了，我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带着婆婆一起，我们离婚。他在电话里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问我怎么了。在听到孩子没了以后，他更是冲我发起了脾气。严小雨，你怎么养的孩子啊？都5个月了，还能说没就没吗？这可是我们一起的孩子，你太让我失望了。等等，你刚才说什么？现在你还要跟我离婚？你是不是疯了？等着，我带着我妈一会就到，我们好好掰扯掰扯这个事儿。我举着被挂断的电话，一脸懵逼，这怎么还贼喊捉贼了呢？尽管爸妈不放心留我一个人面对那俩神经病，但我还是打发走了他们，准备自己跟他们做个了结。人是我自己选的，
婚是我自己结的，孩子也是我要留下的。现在他们把事儿做得这么绝，这个结果也应该是我自己承担。婆婆和白川一进门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婆婆哭天喊地，三言两语间将我塑造成一个无能保护自己孩子的坏女人。你这个挨千刀的，竟然保护不好我们白家的孩子，我是造了什么孽呀？你赔我们孩子，你不是要离婚吗？我同意了，白川，你赶紧跟他离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女人还不好找吗？白川也沉着脸看我，严小雨，我本来以为那天你可以好好对我们的孩子，没想到我才出差几天，你就不小心摔了一跤，把孩子留了。就算咱俩闹了矛盾，你也不应该拿孩子出气啊！我冷眼看着他俩自导自演的场面，又扫了一圈在病房外驻足偷听的吃瓜群众，每个人看我的眼里都盛满了愤怒。我知道他们恨的是一个当妈的怎么能这么狠心。我抬了抬眼，盯着白川，谁告诉你我是摔跤的？我妈？我爸？那不好意思，我纠正你一下，我是被人下了药，下了堕胎药，不仅孩子没了，说不定以后也不能生了。我话一出，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会有人对一个身怀6甲的孕妇下堕胎药，这得多狠啊！杀父之仇也不过如此了。婆婆脸色发白，显然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但她眼睛滴溜溜一转，马上接着道：呵，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你是被人下药的，你在自己家住着，谁会这么恨你啊？我看就是你自己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编出来的借口吧。行，你既然不能生了，那我们家也留不住你这个大佛，这是上天对你的惩罚。白川，赶紧跟他离婚，那可是他的亲骨肉，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他都能这么霍霍，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白川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你真的不能生育了？我坦然点头，是啊，医生说了，堕胎药不仅伤了孩子，还伤了我的子宫，我不能生了。你们家想要的男孩以后也没有了。伴随着婆婆撕心裂肺的哭嚎声，白川跟我盯着彼此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什么。我看着他的脸，神色一寸寸变冷。就是这样的人，给我使了苦肉计，骗我吃下堕胎药。白川蹲下身来，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晰。对不起，我还是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小雨，大概我们此生无缘，我欠你的下辈子还。你在电话里说的，我同意了，我同意离婚。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仅存的最后一点犹豫也烟消云散了。我掏出那份早就弄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那你看看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字，是我的婚前财产，不分，共同财产5-5开。你带着你妈下个月1号搬家，你有什么意见吗？白川眼神扫到拟定协议的时间，哑了哑嗓子，你早就想好了？这是你早就弄好的协议吗？严小雨，你真果断，真冷血呀！我冷笑，我果断？难道一口一个我不能生孩子，不能离婚的人不是你们吗？我现在争取我自己的财产，怎么就成冷血了？难道要我把属于我的东西拱手让人？这就算热血吗？白川，那你热血一个，你有本事就别要共同财产，热血给我看看呢。我俩说话的时候，婆婆又插了进来，儿子，别听他什么婚前婚后的，那房子既然你也在里面住，自然也有你的一部分，要么对半分，要么归你给他钱。你没了房子，妈跟着你住哪儿去？我不管，我是不可能搬出那个家的。我点了点头，不走也行，那就准备被我起诉吧。白川咬着牙，走，我们同意走，但是共同财产得3-7分，我们7，你3。我挑眉看着他，为什么？
白川捏紧了拳头。为什么？就因为你没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差点害我们家断后。这是你该赔给我妈的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行，我给。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去拿了。我点了点头，我同意。签字以后，我们就去领离婚证，共同财产在我卡上。至于你的那部分钱，等离婚了，我自然会转给你。到时候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我的房子那天也会去收。你们要是没搬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不会不知道我表哥是干嘛的吧？白川潇洒签下自己的名字，头也没回的带着他妈离开了。我吹了吹字迹，他签得太匆忙了，没看到协议中间还有一行字：如果其中一方犯罪入刑，则默认自愿放弃所有财产，归另一方所有。白川啊白川，你算计来算计去，把自己算计了进去。事情解决了，我妈来接我出院。出院那天，我俩抱在一起哭了好长时间。她说她后悔把我送进火坑，后悔同意我跟白川结婚。回家以后，我爸又给我做了我爱吃的菜，头发也白了不少。坐在那看着我抽烟，我故作轻松，没事，不就是离婚了吗？我爸打断了我，回来就行。就这么一句话垂在我心口上，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夜不能寐的时候，我整天都琢磨着，我当初是怎么傻到觉得白川还跟高中时期一样单纯，一样可以托付终身的。那时我们既然分手了，就说明不合适，强行在一起只能有一个结局，重蹈覆辙。不过现在也好，撞了南墙就该回头了。而我要做的不光是回头，还得把白川送进去。我身体和心灵受的伤害，不能这么白白便宜了他。想通后，我解脱而又畅快，因为托了关系，不出1个月，我们就领到了离婚证。我从民政局离开，转头就去了法院，当场起诉了白川。当然是以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起诉的他。接到传票的第一时间，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严小雨，你有病啊！我们都离婚了，你干嘛还要起诉我？我故意杀人，杀谁了？你自己留的孩子跟我有鸡毛关系啊！告诉你，少给老子玩这些小九九，老子在法院有人。我挂断了他的电话，懒得听他叫唤。我请了律师，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证据都收集起来，准备开庭的时候将他一举送进去。没想到开庭日没等到，却等来了满脸沧桑的婆婆。因为涉及到了刑事案件，白川已经被羁押了起来。头发花白的钱婆婆站在我家门口，双眼哭到红肿，颤颤巍巍地求我：小雨，这事儿都是我的问题，是妈错了，你撤诉吧，你把白川捞出来，我们以后都离你远远的。我偷偷摁开手机录音，门都没让他进，双手环胸看着他。你的问题？你怎么了？婆婆咬了咬牙，抬头看着我。你不就是因为那个堕胎药的事儿吗？我承认是我干的，虽然早就想到了，但亲口听她承认，我还是很难受，身形颤了一下。你做的？婆婆这才告诉我实情。原来从头到尾给我打胎这件事都是她的主意。白川充其量算个帮凶，在知道我怀的是女儿以后，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但我离开了家，他平日里也害不到我，只能出此下策。这个方法是算命的告诉他的，药也是问他买的。他告诉婆婆，如果真不想要，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镇压孩子。没错，是镇压，而且吃下那个药后，保证下一胎一定是男孩。关键是这么荒谬的事儿，婆婆居然信了。她每天磨着白川，白川终于也心软了，心甘情愿为了自己的儿子冒一次险。她说，
如果是他送来的药，我肯定不会吃，但是白川送的就不一定了。我说不定会念在旧情，相信他一下，只要我吃掉一颗，他们就成功了。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白川，我会想办法捞的。那这个牢总得有人做吧？我孩子就白死了吗？婆婆叹了口气，严小雨，我希望你看开点，不过就是个丫头片子，至于为了她这么霍我们活人吗？虽然你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但我和白川如果住进去的话，我们失去的可是全部啊！我被气笑了，反手关上了门。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婆婆在门外鬼哭狼嚎，我把一切都跟你说了，你可得说到做到啊！你把白川弄出来，我们立刻马上就回老家去。我笑了，喃喃道：回老家？你们不如直接上西天去陪我儿子去吧。我将录音导了出来，作为补充证据交给了相关部门。时间一天天过去，婆婆期待的撤诉没发生，反而等到了开庭的日子。直到开庭那天早晨，婆婆仍锲而不舍地给我发着消息，从一开始的低三下四到现在的颐指气使，好像我不撤诉就是死罪似的。当然，我也只有在自己有空的时候才会点开黑名单，看看那些已经被屏蔽掉的消息，找点乐子。我的证据链太全了，全到几乎没花了多少时间，在白川的俯首认罪下就已经结案了。因为多加了个被告，案子变得有些复杂。不过确定的是，这事儿一旦跟婆婆扯上关系，她也得进去。大概是白川想保他妈，一直在否认他妈的一面之词，将所有罪都揽在自己头上，直到最后一秒都没把他妈是主谋的事儿牵扯进来。他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在法官宣判他被判刑5年后，故作深情地告诉我：小雨，我们走到这步，不全是我一个人的错，你也有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或许我们一开始分开就是对的。不过他话都没说完就被带走了。犯了错的人没有深情告白，博取同情的机会。白川被人提留进去了。婆婆在旁听席上嗷一嗓子嚎了出来，字字啼血地骂我：严小雨，你就是个王八蛋，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跟我儿子认识了15年，15年啊，你就这么把他送进去了？你还是人吗？你不就是流产了吗？伤了身体不能再生孩子是你的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儿子进去了，你舒服了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二婚，还是个打了胎的破鞋，能嫁到什么人家去？你不得好死！我妈气急了，冲上去想要扇他巴掌。我走下来拉住他，摇了摇头，淡淡的看着婆婆，神色淡然，语气笃定地告诉了她那个压在我心头的秘密。我听到自己说：你知道吗？我不能说是骗你们的，只是为了离婚的时候能痛快点。至于被白川要留的那个孩子，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白家的孙子死在了你们自己手里。四周一片哗然，婆婆摇着头，难以置信：不可能！你明明怀的是个女孩，当时产检的时候，医生都暗示我了。我问她性别的时候，她明明研究了一下片子，告诉我孩子跟我长得像，儿子像妈，女儿像爹。你要怀的不是女儿，她为什么说像我呢？怎么不说像你妈呢？我愣了愣，笑出了声，兴许人家只是在陈述事实呢。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白川的儿子，你梦寐以求的孙子，以及你猝死老公的往生路，亲手被你断掉了。我拉着爸妈离开了法院，剩下婆婆一个人在原地发呆，嘴里止不住地念叨着不可能。我抿了抿唇，不可能，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呢？结尾，自从白川进去以后，我也彻底跟过去说再见了。
我开始迎接起了自己的新生活。我爸卖掉了那个70平米装满噩梦的老破小，给我加了钱，换了个小区。我也换了新的工作单位，买了辆属于自己的小车，找到了一份朝9晚5的清闲工作，开始把时间都聚焦在自己身上。过去我太傻了，以为爱情就是全部。跟白川在一起的日子，我跟之前所有关系不错的朋友都断了来往，只是因为白川不喜欢我跟别人出去玩。现在凤凰涅槃，我要享受属于我的人生了。不知过去了多少天的一个早上，我跟朋友通宵完在我家附近的早餐店吃小笼包时，意外发现了钱婆婆的身影。她驼着背，衣服乱七八糟，脏兮兮的，只有那张熟悉的脸让我能准确认出她来。就连脚上她拉着的拖鞋都丢了一只，在市场上漫无边际地走着，试图跟过路的人聊天。她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行李箱上放着一个大娃娃，逢人就说那是她的孙子，是她儿子的孩子，是她家的长子长孙，说不定还是她猝死老公的转世。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离她8丈远，生怕她突然发疯牵连到自己。走了没几步，大概是有好心人报警了，几个警察就围住了她，像是在询问什么似的。我笑了笑，钱婆婆有这样的下场，大概是在我那天的刺激下，她得知真相后受不了，精神失常了吧。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住处，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别说有人好心收留她了，就连精神病院都没人肯送她去，只让她一个人在市场上自生自灭。可怜的白川，出狱之后还要面对着这个疯疯癫癫的亲妈。看吧，他们的日子将比我要更难过。目光掠过那熟悉的身影，我什么都没说，转头拉上闺蜜的手，迎着朝阳向前走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